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欢迎来宾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聂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华干哥好。思敏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在这一场中美贸易战，我们要赶快来关心的。首先，今天的火线话题3条，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读的，就是现在呢，因为这个关税战打成这样中国大陆已经不卖给美国东西了，但是呢，我们看到它的出口最新的一个数据是，反而是在今年的部分创下了新高。看起来这个北京是越打越赚钱，华府却是被自己的课税越来越惨，国内通膨严重。川普这时候贸易战反噬了，美国人现在连万圣节即将到来的万圣节要买个糖果，恐怕都觉得贵了。第二件事情是，现在川习会在即谈判。这个川普是在求饶吗？由他的财政部长出来说，这个 APEC 还是会照常举行的，怎么回事呢？北京则是从容不迫美国财长难道是在代替川普来击灭火吗？第三件事情，今天要来关心的就是，确实现在大陆是透过它的稀土来卡住美国的咽喉，尤其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现在可能会造成的问题，包括了晶片。造不出来，电动车组装不起来，美国的科技霸权瞬间会不会变成纸老虎呢？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一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随着大陆增加习近平提出的对于美国的稀土有更严厉的管制之后，川普就立即的加征了100%的关税来做反击。但是讽刺的事情是，这话才说完而已。我们来看到的是，美国的财长跟副总统立刻就说了，确实啦。我们会课征100%的关税，但是呢，未必真的会成真。那现在看起来是川习会，我们还是会照常的举行，因为现在看起来北京就是不急少了美国市场，它的出口一样是非常的畅旺的。我们赶快来看到现在北京的出口表现，中国大陆对9月份全球出口年增率竟然是超过了8%，呈现一个正成长。现在看起来对美国的出口年减幅最高达到了近30%，但是不管是对于东南亚国家或者是对于非洲国家的出口年增率都是非常的高的。反倒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美国自己内部所陷入的问题，包括了它的就业停滞跟通膨问题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马上的万圣节到了。现在呢，根据 CNN 的最新揭露美国的民众去买的这些万圣节相关的这些商品，竟然90%都是依赖中国大陆的零组件的。而川普这样子搞来搞去，这个关税对中关税从20%一路拉到145%，最后又降到30%，现在又喊到加征100%，早就让厂商感到非常的错乱了。所以造成现在美国自己商品内部库存断裂，零售商哀嚎，消费者现在还得花更多的钱才能买到中国大陆的商品。官媒这时候就回击美国说：“美国你自己不会自己好好的反省，还敢威胁课征高关税，这不是和中国打交道的一个好方式。”节目一开始，请教聂老师怎么看了这一场中美贸易战？到底现在中美之间谁比较占上风呢？川普还是看起来很渴望川习会的，甚至派出了在贝森特出来喊话说，这个100%关税不一定会成真，但是像川普是在示软吗？老师怎么看？对，川普他当然会很渴望跟习近平直接谈，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谈判商人嘛，而且重利，你知道吗？这个完全没有道义的这种谈判，但是呢，他一定会隐藏一些自己想要的。那表面呢是跟人家示好，每次都说哎呀，我跟你是好朋友等等的。现在重点是，川普这个人大概中国已经看透了他想要干什么。因为去年11月我在这个大陆广州参加一个金融学年会的时候，刚好川普选上，那个电视里面就非常清楚说，我们现在不需要外交官，也不需要什么政治家，都不需要，需要最厉害的心理学家。因为川普这个人他要干什么，我们只要想他要干什么就可以。因为川普这个人非常独断执行，很容易抓到他要干嘛。你看到他什么话都会讲出来。所以呢，我会发现这1年来，真的中国浅浅的就像一只龙潜在海里面。基本上不太说话，他就是身在海中的潜龙，突然要生。那你说到底现在谁赢了？我现在必须讲一下，就是说川普，你看他有什么这个武器呢？他大概武器就是唯一的王牌就是 tariff 关税嘛，他打到最后还是关税嘛。所以你说这个贝森特讲这个100%不一定成，这个其实一点真假不是重点，有没有意义才是重点。什么叫意义何在呢？他当时不是已经升到了130、145%了吗？不是又谈一谈又降回来？
这个100%只是一个恐吓之意。从一开始4月2号，川普用一个这个不平等的这个关税条约，这1打多的不平等关税条打了全世界。全世界都知道，他就是在喊话，他就是要做未来的条件交换。可是现在问题出现了，中国一招又一招，他一开始喊的以牙还牙，不管任何情势战争，以牙还牙，这个 like for like 的奉陪到底，真是不但奉陪到底，打得更狠。而且我觉得，这个中国这次啊，不但是打狠，而且是以牙还牙，就是学你的招式去打你。你看我们讲得很清楚，你做了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个川普1.0版的时候也发生过，那时候只是谈贸易赤字的量与值的问题而已啊，就是10%、20%一个幅度和这宽度的问题。现在不是哦，现在打到了各方面，尤其科技已经打到很深。现在我要讲的是最近这一集打的61号公报和62号公报，一个是我讲就是跟这个晶片有关的所谓的严格审查嘛，第二个是逐步审查，第二个严格管制。这两个对 AI 晶片的14奈米以下的稀土，以及对256层级以上的记忆体，让一个人变聪明又很好记忆的这种东西，不让你美国聪明，也不让你美国有记忆。这时候你美国怎么办？现在还有一个中国还有很多杀手钳啊，不是最近也丢了一个锂电池吗？不让你能源发展，未来你根本没有办法去算力增加，你怎么办？你是很耗电的，在 AI 时代，所以看起来这个美国它的脑力会被打坏，记忆体会被打坏，更重要，它以后的精力啊 energy 都会没有，你知道吗？所以美国会不会怕？当然就怕。所以我现在要讲说，川普他绝对心理失落。但是川普你要知道，你看过这部电影《Apprentice》就知道川普是什么人。他有3招，第一个就是 The Cohen 教他的嘛，就是他这个很不懂感恩的那个，但他以前教他的那个大律师，他就说第一招攻击攻击再攻击，他一直在攻击啊，没有停过。他只是现在变缓了，他不太敢攻击，打人家反而自己更痛。第二个呢，就是很重要，他绝不认错。第三个死不认输，所以他没有认输，他没有示软，可是心里已经很害怕、很软。我最后讲一个，就是说，因为这有内忧外患，短期之间呢，我在上月写了一篇文章说，美国现在壮士大赢家，因为他的官司看起来是得到了很多东西，从欧洲啊，从这个日本、韩国，但是他的内忧外患出现，第一个内忧已经现在展现了，他的失业率一定增加。通膨增加，它的外患更可怕。未来的所谓的国际经贸、地缘政治，未来就会是一个没有美国的一个 without US 的一个什么 regionalization， 没有美国这个 free trade。所以现在你看到了中国啊，在这个浅浅的去拉帮结派、互碰引伴，到南非去增加了56%，它以前“一带一路”就有这样的一个连线嘛，到东南亚去增加15.6%，反而美国对你美国出口减少27%，那美国现在怎么办呢？所以现在看起来再走下去，美国会更痛，那中国看起来这个胜算就更大。确实，这场贸易战现在打到现在，本来是美国希望打中国，但是看到中国大陆在今年的部分这个出口大增，不管是对东南亚、对非洲等等，美国则是现在失业率跟通膨越来越严重。有几个比较具体的数字带观众朋友来看到，包括它的9月份的私营企业流失了3.2万个职业，而川普本来是希望能够复兴美国的制造业的，现在制造业竟然流失职位7.8万人，能源采矿业也裁员了6000人。刚刚提到了嘛，万圣节要到了，但是现在通膨所以服饰大涨了5到10块钱，美国家庭都在哀嚎说，那干脆我们就不要过节好了。那美国的就业市场现在也是呈现一个零成长的状态，中方的底气是不是就来自于目前有很多地方可以做出口，反而是美国被杀得非常惨？尚志哥怎么看？是的，我们现在看中美关系，特别是明明现在川习会在10月底就要见面了哈，没有意外还是会碰面。只不过过去会认为说，应该在碰面前各方面中美双方情绪应该缓和，要营造很好的谈判气氛。但没有想到现在大家越丢越狠哈，包括现在刚刚讲美国方面多了100%关税，中国大陆其实回应，当然还有包括船只的这个苛征课税。那中国现在稀土丢出来了，锂电池丢出来了，美国船只靠岸的部分呢多征收，这些都是很招。那我们现在来看，整个来说，其实只是验证了一点啦，就是说在中美关系来说，中国大陆长久以来至少超过10年以上，就是长期全方位的要在中美当中，过去受制于美国的要做全面的脱钩。那么这个脱钩，其实我自己最早看见的是非常多年前当中，包括中国大陆的中资企业，包括中石油、中石化在美国上市的。陆续下市，哇，这时间非常长了，乃至于包括腾讯、包括阿里巴巴，全部都撤回来。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大陆有独断性、掠夺性的很重要的全部撤离。那这个部分其实看起来已经算上，哇，真的撤离了很久了，大概都8年、10年以上。那只不过这10年过去来讲，中国大陆处在守势，慢慢的脱钩。我们所知道，包括美债
减持美债，改买黄金，然后呢，以及所有很多的市场当中调节，包括我们这次看到的大豆，其实都陆陆续续，以前只买美国优先，剩下一点点买中南美洲，其实在这些年都是慢慢越买越少。也就是说，中美脱钩这件全面脱钩这件事情，中国大陆作为国家战略已经走了10多年了。陆陆续续一块一块，好，从资本方走，刚刚讲的这些中石油中石化从美国下市，另外就是市场方面。那么这市场方面，其实当然从美国市场离开之后，就要找到替代性的市场。所以我们都知道，无论跟加拿大、跟澳洲、跟东南美洲，甚至跟欧洲，是全面的铺开来，方方面面的。而且，比如说一旦跟加拿大要合作，发现加拿大又搞毛了，部分就改跟澳洲。所以中国大陆这种灵活性的在寻求替代市场，特别是在我们刚刚提到的东南亚。东南亚其实我相信，就我所知，大概在4、5年前。中国大陆国家战略就形成了部分，就是他们不把东南亚国家，美国是没有错，他要去中国化，尤其制造业，所以要求很多所有包括中国大陆的或美商要求他们往其他国家，他们要分解中国大陆的作为制造的核心。可是中国一开始是抗拒的哦，但是4、5年前大概国家战略就想清楚了，没有，他们就推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N。就是所以中国大陆叫做 N+1、N+2、N+3，也就是说，他们把越南、泰国、包括印尼等等这些地方输美的，只要是中国大陆的产业外移过来的地方的话来讲，就作为他们的替代性的一个方案，把东南亚的市场跟中国大陆做捆绑，而不作为竞争对象。所以我要讲的部分说，长久以来在中美这种脱钩状况，眼前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最大的变化，就以前是守势，但是现在呢？虽然不见得是公式，但是所有他们的能力方法，刚刚讲无论稀土或等等，他们变成的谈判的武器化，也就是说这种武器在对抗你是让你美国会痛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所有该有的市场也准备好了。刚刚讲资本端在这10年当中也准备好了，美债什么各方面都准备好了。姑且不要讲说他们推人民币要往上推，他们自己的国家战略先不管，至少在中美对抗方面是有备而来的。而这些东西就是长久以来作为国家战略在推进这方面来讲，我想10年有成了。现在有这个底气，还不包括我们提到军事方面的中美对抗，我想这些都是这10年来中国可以说是非常隐忍的一步步的走到现在。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中美脱钩这件事情上，中国大陆布局了几10年的时间，已经准备好了。那美国准备好了吗？因为刚刚说这个中国把它的武器化的东西有2样嘛，稀土跟锂电。尤其今天我们来看看这个稀土。美国到底能不能没有北京的稀土呢？我们先来看到一个数据哦，中国9月份稀土出口到美国是已经大暴减了，大概达到30%，而且是连续3个月都是下滑的。美国的贸易官员前官员他说，美国啊可以卡中国的晶片，但是中国能让世界造不出明天的晶片哦。那白宫也这边的顾问特别讲到了说，如果稀土被封锁，美国将会失去参与未来经济的一个资格。到底美国有没有办法摆脱来自于中国的稀土呢？华刚哥怎么看？好，美国的学者有讲哈，中国在未来一定有能力能够阻止地球上的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是说，可以去影响他们的现代经济。这个话讲得非常的满了，也很尖锐啊，可以阻止任何国家的现代化。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稀土，你就没有晶片，你就造不出战机，你就造不出船舰。好，这话讲得非常的直接又明白。那你去看看这个关税战打到现在，9月中国的出口一点影响都没有，年增8.3%，同期增加8.3%，创了半年的新高。但是对美国年减27%，很多哦，1/4哦。对。可是对它的整体有没有伤害？没有嘛。所以对于你关税战的结果，对于中国的经济打压毫无成效。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要再看下一季吗？我相信下一季的表现，中国的表现一定会更稳健。那连续3个月来，中国对于这个全球的稀土出口竟然锐减了多少？30%连续掉了3个月。那这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知道中国它现在甚至它还可以派人到什么？到海关去看，说，你现在这个出去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东西啊？对不对？你不要，美国不是千方百计在
设法让 NVIDIA 的那个晶片不要卖给卖给那个中国吗？中国的海关也派人去，我跟你讲，你看有没有夹带战略性的稀土卖走的？我跟你讲，商业间谍无处不在啦，不是美国防中国，中国也防美国。你会用各种名义啊，各种子公司啊，对不对？你会包装过以后，然后就把这个稀土给出去了。所以我讲一句实在话，双方都是谍对谍。但是呢，这个美国学者哈叫那个伯勒曼，他讲得非常好。他说，美国可以卡中国的晶片，但是中国可以卡你美国，让你明天造不出什么，造不出明天的先进晶片。所以中国现在最近还特别对于飞弹和战斗机使用的那种高功率电动马达，那一定需要稀土，还有坦克跟火炮的雷射测距仪。我现在讲的都是非常基础的军事装备，那里面也有稀土。只要中国不卖你，美国可以自己做，但是要花10几年。为什么？美国现在已经自己跟美国国内唯一的一家稀土公司签约，国防部现在有15%的持股，可是这种非常不环保的工业，要重新进入环保的阶段，对，还要在5年跟10年的承受期。所以说，这是美国真正它国防工业。中国在40年前就已经不为污染去接受它了，现在对于稀土的控制非常好。那前面付出了很大代价，但是呢，全世界现在才刚刚开始要付出这样的代价。如果你要建立稀土工业的话，你就要付出那种环境代价。中国在这方面的确领先多少年，也成功了多少年，而且它会一直领先下去。好，谢谢华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